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前几天做多了400股的 Fubo， 截止目前亏损3000左右，还好其他持仓的股票涨了一点，账户并没有太大的创伤。那这就是分散投资的重要性了，失之东隅，收之三隅。Fubo 是近期的热门股票，做空机构来势汹汹要砸盘到10元，也有不少机构估计股票说要再翻1倍。我夜观天象，观察到了一个技术指标严重异常，今天就来给大家说一说我的理解。今天的大盘高开低走，开局不利呀，怎么办呢？节目马上开始，麻烦还没有订阅的观众尽快点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好，首先来看一下我的损失和收益情况，这是富途的实盘账户，今天整个账户还算是盈利了6100，盈利是 1.6%， 亏最大的就是 Fubo 的一张看跌期权，这相当于是买400股的 Fubo， 亏损接近3000，亏损比例是 188%。 今天一天又亏了1192元，亚马逊也亏了558，但这个还算不担心吧。还好特斯拉赚了2000多，1月必买3只股当中的台积电也赚了2000多，然后就是 B 站、英伟达也来了点小钱。总的来说，分散投资达到了分散风险的效果。要是几十万满仓都是 Fubo 我今天哪还有心情做节目呢？ Fubo 这一波打下来呢，主要是前期上涨过猛，结合做空机构大局看空做空导致的，2个多月涨了6倍这种幅度让人看了都流口水。同时也快速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，暴跌崩盘之后呢，6天大跌 60% 以上，不用说打4折，简直就是打到骨折做空机构这么狠，什么理由呢？他们说Fubo 不可能真正经营体育博彩行业，每个行业的高管都觉得 Fubo 的流媒体商业模式很可笑。在做空机构的调查中，他们认为没有一个行业高管相信 Fubo 能够经营博彩业。他们调查到 Fubo 应用程序的下载量大幅下降，预计1季度的订户水平和盈利能力会下降，而且呢，订户的规模不够大，未来几年都如此，将会一直烧钱下去。网络广告专家不相信 Fubo 的广告收入会长期增长，因为现在的数字广告都是程序化大数据的，直接从创作者的内容入手来分发广告。而 Fubo 的原创太有限，没有办法接那么多的广告。要说最大的利空，那该算是新股上市，禁售股要解禁。上市前 Fubo 通过合并 FaceBank 特殊目的公司达到上市的目的，也就是我们常看到的 SPAC 模式，借壳上市。 Viacom CBS、Univision 和 AMC Networks 等战略投资者，他们不是长期投资的，一解禁他们准跑光光。我觉得这可能是做空机构提出的最重磅的利空因素了。技术上，这只股票的成交量和换手率看起来很异常，而 Google Trend 搜索 Fubo 的热度也飙升。说到成交量， Fubo 的高位虽然有所放量，在崩盘前一天的高位换手率达到 195%， 暴跌之后本该无量阴跌的 Fubo 却放出了更大的成交量。大家看，最近3天成交量更大，换手率每天都能达到 300% 左右。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所有的流通股在1天之内倒买3遍，市场参与者在里面玩日内交易游戏，他们平均持仓只有2个小时，买完1-2个小时就抛掉了。我的券商对这只个股没有提供融券，也就是说我是借不到券来做空砸盘的。别的券商可能有券可以融，如果能借到股票先卖后买，日内交易做空也是可以赚钱。做空机构应该就是借股票来卖空赚钱的。不过排除这个因素，这么大的换手率，这么大的成交量，每天成交额18个亿，这里面应该有大资金在运作。那么再来看看股票热度， Google Trend 搜索 Fubo 的趋势飙升，同时呢，搜索 Fubo Stock 也飙升了，说明市场极为关注这只次新股。这个时代就是流量和眼球经济的时代，关注的人多，资金活跃度高，就存在流动性溢价。一天换手3遍，炒家已经不需要顾及这公司是什么，前景如何了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
短炒的人是根本不在乎公司基本面的，所以以公司基本面做空理由采取短炒2小时行动的人，本质上是认知的错位。那么既然这么大的成交量，必然是有大资金在运作，这也在过去2个多月能涨5倍看出来。如果没有人运作，怎么会在2个月内涨5倍，7天又打了4折呢？根据目前的市场热度， FUBO 的底部不远，反弹一触即发。我个人的策略是不补仓，但也不止损。主要原因是我持有的 FUBO 看跌期权相当于是买入400股，即使股票跌到10，也就亏损1万块。在开仓的时候就已经认赔了。如果反弹到30以上呢，我就能少亏一点。这只股票少亏就是赚了，要指望回本很困难了。有人问底部不远，那为何不补仓呢？摊平成本，这样说不定还能够不亏或者是小赚呀。因为你越补仓位就越重，就会把我原来的价值投资仓位拖下水了，整个账户呢就变成了投机账户，这边亏的别的地方赚回来也可以，没有必要非得在一只股票上面赚钱。这个道理啊，只有你想通了，才能在股市里面长期生存。接下来我们说说大盘。今天大盘高开低走，虎头蛇尾，纳斯达克指数收了个比较不好看的大阴线。新年讲的是开门大吉， A 股就是第一天涨得很好的，没想到美股今天开门收阴线， A 股是开门红，美股也开门红，关键是颜色相同，意义完全相反，美股绿涨红跌啊。不过大家也不必太恐慌，今天尾盘收了一些回来，得到了一个下影线比较长的阴线，收盘后回到20日均线之上，短线没有破位。今天大盘成交量也有所放大，原因可能是节日放假多了一天，积累了一些交易的需求，同时呢，开年之后那些年末避险跑掉的资金过节之后回来了，导致有所放量。这个地方如果有人解读为高位放量是大跌信号，那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我的说法是今天不算高位放量，下影线也表示跌幅将不会太大，调整的幅度可能有限。从我个人的持仓你就可以看出，好的公司仍在赚钱，并不是像大盘这样可怕的。那么轻指数重个股的思路回归，大盘在高位将出现盘整，以消化获利盘，不然人人盈利，个个都坐着不动，涨越多是越危险的。获利盘随时杀出来，造成一波崩盘，美股会不时的调整一下，抖一抖，清洗清洗。今天就是一个正常的调整，并且调整还会延续一段时间。今天的调整或多或少的受到总统选举权力交接不确定性担忧的影响，但是这个事情还能掀起什么波澜啊？目前我们无法估计，只能静观其变。如果出现了非常极端的情况，那大盘可能会重挫。作为正常的投资，当然是希望美国政局稳定，国泰民安，谁也不要和钱过不去啊。标普500同样的高开低走，收大阴线，下影线有一点，但只占了1/3，收盘基本收复20日均线，能够找到20日均线的支撑是今天大盘的一个看点。虽然大阴线开局不利，20日线的支撑作用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希望这次还能继续维持股指在高位整理。新年以来，投行预测标普将升至4500点，现在是3700点，而3699是20日线今天的支撑位。由于新年就出现了这种穿头破脚的阴线，预计未来几天大盘难以恢复升势，可能要继续盘整一段时间了。道琼斯指数今天跌幅最少，前期说到黑色线是一个平台，跳上去之后会以3万点和黑色线为界开始慢牛。今天道指回到黑线下，但仍在3万点以上，下影线很长，几乎占整个阴线的一半，表示道指拒绝下跌。明后天如果尽快回到黑线上，不要在下影线区域做太多的纠缠，那么道指就还可以看好。如果明后天只在3万点以下纠缠，那就真的开局不利了。综合来看呢，大盘今天首日交易开局不利，但下影线和20日线支撑都意味着这不太像是大规模崩盘的开始，只要政局平稳，疫情不要急转直下，大盘仍会高位平安。
今天珊妮姐特别勤奋，一天录了2支影片，另一支影片是总结油管66个博主的年度荐股榜单。你知道最多人推荐的股票是哪10只吗？欢迎点击片尾卡片继续观看阳光财经的节目，也请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、评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